存款100万元由长子赵高亮继承，2套房产由二子赵明朗继承，木盒及玉佩由三子赵铁柱继承。爸留给我的只有这个。你守了爸5年，工作没了，积蓄花光了，就换来一块旧玉佩。照顾亲爹是本分，难道还要按月结工资？我们在外面做大事儿，不像你们只会围着病床转。爸把家产给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守得住。爸最后3个月病危，给你们打了几十个电话，你们谁回来过？爸咽气前想见你一面，你们嫌机票贵，现在回来拿遗产，那都有时间了。别拿苦劳绑架人，你人到中年还住土房，真给你100万，你守得住吗？人得认命，有人是发财命，有人就适合端屎端尿。老爷子没让你空手，已经够照顾你了。钱和房子归谁，我任遗嘱。爸的灵堂，你们至少该对他有一点敬畏。敬畏能值几个钱？这是爸留给我的，谁也没资格糟蹋。冰种翡翠古玉佩200万元。爸留给我的玉佩价值200万。你是不是看出玉佩值钱了？拿来重新分。公证人刚宣读完，玉佩归我，你抱着2套房，还想抢我唯一的东西？我只是替赵家看看，免得你几块钱见外。我给你20万买房时，你也说绝不亏待我，你的保证我不敢再信。搪瓷杯2元，旧木桌30元，余额100万元。余额都不是幻觉，我真的能看见价值。遗产分完了，以后各过各的，谁也别拖累谁。你们要分家？对，老宅本该卖了分钱，看你没地方住，我们不要了，就当施舍。房顶院墙修缮，爸的丧事全是铁柱出钱，你们回来做半天，就有脸说施舍？分家可以，先把账算清。大哥做生意，我前后给了23万，二哥买房20万首付是我出的，亲兄弟帮点忙，你还真要讨账？难怪你一辈子没出息。我没出息，是因为钱、机会和5年时间都给了你们。不就是要钱？1000块够你们乡下人吃几个月了？20万首付，你拿一拳打发我？爱要不要？从今天起，你别叫我二哥，我也没有你这个穷弟弟。公司周转困难，只能补300。今天这字一签，过去的情分也一笔勾销，以后谁求谁还不一定。柱子，钱和房子不是爸留给你的真正遗产，爸把他们给你2个哥哥，是因为我已经看清了他们。柱子，你一定在怪爸，为什么不把钱和房子给了他们，只给你一个木盒？爸，我正谈生意，有事找柱子，他不是天天守着你吗？医院签字，让老三签。我回去一趟耽误多少事儿？病到5年我才看清，真正的笑是你每天端来的饭，是我最狼狈时你从没嫌弃。家里还有钱吗？有，你别操心。你大哥创业，你拿出结婚的钱；你二哥买房，你卖掉拖拉机。你总觉得兄弟过得好，自己吃亏没关系。爸最怕的就是你把一辈子都让给别人。我把看得见的钱和房子给他们，是想堵住他们的贪心。若全给你，他们一定会拿亲情逼你，直到把你掏空。玉佩是我多年前高价拍来的古物，卖掉能安稳生活，也能让你重新拼一次。柱子，你是个好儿子，爸从没觉得你没本事，只恨醒得太晚，让你蹉跎5年。以后先对得起自己，再去对得起真正爱你的人。爸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到最后还在替我挡他们。爸不是偏心，是怕你再被2个哥哥吃干抹净。以前我以为亲兄弟就该让，现在才明白，让一次是情分，一直让就是把刀递给别人。以后别再委屈自己，玉佩卖不卖，钱拿来做什么，我都支持。旧木柜搪瓷3元，旧木桌30元，重新翡翠玉佩不可估价。
我看不见了。咱不卖了，钱咱不要了，只要你的眼睛没事儿。不是瞎，是一下看太多的东西，眼睛承受不住。这能力太邪门，玉佩再值钱也不能拿命换。爸给我的是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我不能一辈子活成2个哥哥口里的废物。爸，我决定卖掉玉佩，钱不会拿来享受，我要让它变成新的本钱，也要先守住自己的家。珠子，这里面是干粮和水，路上饿了就吃2口。放心，饿不着我。等钱到账了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一身好衣服。别贫了，车来了，赶紧上去。在家等我消息。哎呦我去！我好像中奖了！什么奖？快让我看看！这是1等奖，京城7日游！京城7日游，这不得值一大笔钱？肯定啊！京城旅游1天不得300-400块，你这相当于白捡3000块啊！可是我现在家里正忙着呢，哪有时间去旅游啊？小伙子，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说想要把这大奖卖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行了行了，你这套行骗的套路都是2年前盛行的东西了，现在拿出来用也太过时了吧？谁行骗了？我虽然穿得花花绿绿的，但也是个正经人。行行行，你是正经人，这奖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真的没有骗人，怎么就没人信我呢？那个易拉罐环能让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随便看。可乐1等奖，京城7这拉环居然是真的，7000元。兄弟，你该不会是要花钱买吧？对，我要买。什么？兄弟，这骗局早就过时了，你怎么还往坑里跳呢？对呀，就这骗局，前2年可没少上电视。我相信他们不会骗我。没救了，既然你愿意花冤枉钱，那就花吧。小伙子，你要卖多少钱？叔，你给我100就行。这可乐就是我随手买的，本来就没花几个钱。这是我身上全部的钱了，都给你。叔，用不上这么多，100就行。你就收下吧，不然我过意不去。好，那就谢谢叔了。叔，你这趟进城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典当行。典当行？我正好也要去那边找工作，咱们就一起去吧。行，不过得麻烦你带路了，我已经有5年没进城了。怎么能算麻烦？都是顺路的事儿。这是我媳妇儿做的，尝尝。谢谢叔，下车以后我保证给你安全带到典当行。有人寄1块饼的情，有人拿走几十万还嫌你给的少，不是善良错了，是我过去从不看人，也不给自己留退路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只要看清东西的价值，也要看清人的价值。叔，前面那家就是典当行了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叔，你客气啥？既然把你送到了，我也该去干我的事了。哎，哪来的泥腿子？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，该去哪儿去哪儿，别挡着我们做生意。我靠我自己的双手吃饭，堂堂正正，你凭什么说我？凭你这一身穿戴，就不是能进这扇门的人。这扇门不是因为穿戴而上档次，而是因为里面的经营者攒下来的信誉上档次。你把客人往外赶，不是在守门，是在拆招牌。说得好，老板好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老板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今天这场服务由我亲自来，鄙人宁远是这家典当行的老板，我姓赵，叫铁柱。赵兄弟，里面请。赵兄弟想典当什么？父亲留下的1枚玉佩，我想知道它真正值多少钱，也想把它卖掉。这是老坑冰中翡翠，透度高，棉絮少，颜色正，标纹有手工停顿，不是机器批量货。玉佩从哪里来？有购买凭证吗？父亲留下的，只在信里说是多年前高价拍来的。没有来源凭证的高价古玉最容易被压价，若遇见不规矩的店，可能只给30-50万。你想卖多少？200万。第一次进典当店，凭什么咬定200万？我不懂所有行话，但水头、颜色和雕工都摆在这里，它不会因为我穿的旧
就只值别人随口开的价。如果我只出80万，我带走120万，仍然不卖，宁可多问几家，也不贱卖父亲最后留下的东西。我是在试你是否知道价值，你的判断没错，这枚玉佩市场价至少200万，但店里今天没有200万流动资金，还要做来源登记和2次复核，我需要1天筹款。你可以先收定金，也可以把玉佩带走，明天再来。玉佩我先带走。这个能换钱吗？我这里不是废品站。可乐1等奖，京城7日游可折现7000，是真的，折现金额正好7000。你连内部折现金额都判断准确，眼力不简单。我出1万，7000买奖，多出的3000算今天不能立即付玉佩款的赔礼，也算交个朋友。多出的3000我记下，以后有机会还这个人情。好东西难得，能认出好东西的人更难得。明天上午再来，200万不会少你1分。1万元已到账，玉佩的钱明天再办，让你多跑一趟，我过意不去。宁老板按规矩办事，我已经记清，明天准时来。省城人多眼杂，玉佩别在街上拿出来，明白？答应娟儿买衣服，今天先兑现。听说尼亚的衣服好，就去看看。刚才那个人是不是柱子？你看错了吧？轩辕典当行是什么地方？他能拿什么进去？那块破玉佩？身形和步都一样，他手里还有银行卡。分家时他口袋比脸还干净，可能是进去问价被人赶出来了吧？不管他了，你答应今天给我买他们家最新款的。一件衣服2、3千，房子还要装修，换个便宜牌子行不行？拿到2套房就舍不得给我买衣服，那就离婚，房子怎么分也一起算。买，你想要哪件都买，别说离婚。这还差不多。今天一定要买。又来一个蹭空调的，这身打扮能掏出200块都算奇迹。你去接待，介绍半天又不买，我不去。先生，这些都是当季新品，手上有泥别乱碰。进店看衣服不能摸面料，真买当然能摸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是给自己选还是给家人？给我爱人，她常年做家务，要舒服耐穿，颜色别太花，也不能显得没精神。哼，问得再细，一听价格也得走。买不买是客人的选择。继续看，要适合她的，价格不是第一位。王姐，好久不见！最新款一直给您留着呢。刚白拿了2套房，带我去看看最新的爆款。房子还要装修呢。你在门口怎么答应我的？怎么不走了？柱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没有看错，从轩辕典当行出来的就是他。分家时他1分钱没有，现在却赶来尼亚挑衣服。木盒里难道真藏着值钱东西？先生，我们这里不是集市，衣服试脏了要赔的，买不起就别耽误大家时间。姑娘，装起来。先生，这一套加起来6700元。刷卡。好的，先生，我马上给您打包。他居然真的有钱，刚才那3件光提成可就1000块了。这可是1000块的提成，我居然把一个大单子亲手推出去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狗眼看人低了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柱子，你之前从轩辕典当行出来，是不是把老爷子偷偷留给你的东西当了？果然，那时候不是错觉，真的有人在看我。柱子，爸到底给你留了什么好东西？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怎么，爸留给你们2套房子还不知足吗？你们房子装修花销大，跟我说干什么？你身为明朗的弟弟，哥哥要装修房子，你不得提供点支持吗？没错，柱子，我也不多要，你分我20万就行。爸的那2套房子附近有消息说要盖学校，只要把装修弄好，等学校建成，转手就能卖一大笔钱。首先，咱们已经分家了；其次，我没有义务出这个钱。柱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认我这个哥了？你给我闭嘴！现在你有什么脸面来质问我？先生，衣服装好了，一共消费6700元。刷卡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再见。以前要钱的时候，柱子抬手就是给，怎么今天这么硬气？本想着分他20万，这事儿就算了了，
既然他不识好歹，那也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喂，大哥，柱子有咱们不知道的遗产。合作方那边已经正式发函了，合同违约金200万，30天内必须支付。如果逾期不付，公司会被申请破产清算，您个人也会被列为失信人员，到时候高铁、飞机、酒店处处受限。我昨天拿的100万遗产还不够赔偿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赵总，那钱我会想办法凑。大哥，柱子有咱们不知道的遗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柱子有咱们不知道。别在电话里说，咱们在老地方见面细聊。你说柱子有遗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和明朗去省中心逛街，路过轩辕典当行时，看见从轩辕典当行里出来，我当然还以为是眼花了，结果转头就在妮亚撞见他了。大哥，那可是一件衣服2、3千的妮亚啊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当场刷了6700。我就说爸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东西都不给柱子留？可不是啊，他当时在分家那天的委屈劲儿，演得比真的还真，看我都以为爸没给他留东西。大舅哥，现在咱们2家都缺钱，柱子家住那土房，1年到头也用不了几个钱，不如咱们就把那遗产弄过来分了。不急，柱子现在对咱们肯定很抗拒，既然上门，那就挑一个他不能拒绝的日子。什么日子啊？爸的头七。娟儿，我听说分家的事儿了。赵高亮那2个畜生，当初柱子为了供他们，连自己的婚事都往后推，现在倒好，发达了，转头就把柱子给踢了。柱子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只知道付出，不懂替自己争。不过这件事儿以后，他也算看清2个哥的真面目了，也不算全是坏事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这心里还是堵得慌。这就当我家给你们的帮助了，你别嫌弃。张姐，不用，家里还没缺到这个份上，你自己拿回去吃。娟儿，你就收下吧，你们家什么样，村里人都看得清楚。我们这些做邻居的，看着心里也难受。谢谢张姐，不过说句实话，我们能帮的也就这些了。咱们村这路坑坑洼洼的，地里种的菜运不出去，只能烂在窖里，家家户户都紧巴巴的。张姐，你能给我这些鸡蛋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我家那口子估计也做好饭了，回去晚了又该念叨了。娟儿，我回来了。柱子啊，答应你的衣服给你买回来了，穿上看看合不合身。柱子，这衣服不便宜吧？娟儿，你为这个家操劳了这么多年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娟儿，这些菜是哪来的？都是邻居们送来的，他们听说了分家的事，替咱们不平，就送这些东西替咱们分担一下。这份恩情我记下了，等赚了大钱，我一定回馈村里。娟儿，你去换衣服，晚饭我来做。好。柱子，是不是不合适？我就说这颜色太亮了，我都这个年纪了。没有，娟儿，你穿这身很漂亮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比省城街上那些穿名牌的女娃子好看多了。菜好了，咱们开饭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娟儿，玉佩价值太高了，今天没能换上钱，我明天还要再去一趟省城。玉佩没换上钱，那买衣服的钱你是从哪儿弄的？当然是靠我这双能看出物品价值的眼睛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
行了行了，柱子，你这么多年什么样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还跟我装上了。谁装了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是，真的。快吃饭吧，你明天不是还要去城里吗？今晚早点睡。你不信就算了。哼，这哪来的乡巴佬？宁老板，你这典当行现在什么人都能进了？刘老板，来者皆是客，请尊重我的客人。赵兄弟，稍坐片刻，等我处理完这位的事后，马上给你办预配的款。宁老板，这可是明宣德年间的官窑青花，我费了好大功夫才弄到手的，要不是手头紧，我还真舍不得出手。胎体轻薄，釉色莹润，青花发色深沉，确实是好东西。宁老板好眼力，这东西我拍胸脯保证真品无疑。要不是急用钱，我绝对不会以60万的价格卖掉。60万，行，这个价我收了。宁老板爽快，那咱们这就办手续。明宣德青花瓷瓶高仿，真实市场价20万元。慢着，这东西掺假，不值60万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穿的跟个叫花子似的，你见过青花瓷吗？宁老板，你这店里什么规矩？让一个泥腿子对我的东西指手画脚，这东西我不卖了。刘老板，留步！赵兄弟，你确定这青花瓷是假的？确定，我可以为自己说的话负责。你居然污蔑我拿假货糊弄人！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1、2、3来，害得我在圈子里名声下降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宁老板，这瓷瓶有2处破绽。第一，这瓶底是接的，这里有一条很细的缝隙，明显是把真品底足接在高仿瓶身上。第二，釉面的光泽不对，这个瓶子的釉光浮在表面，这明显是做旧过的。刘老板，你这是欺诈！宁老板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假的，我也是被人骗了。被骗了？你在这个圈子里做了10几年，青花的真伪你分不出来？宁老板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生意赔了，债主天天堵门，我就想翻个本儿。宁老板，求你饶了我这一回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不报警，但这件事儿我会如实报给行业协会。从今天起，省城所有典当行都会出现你的照片和信息。赵兄弟，今天要不是你在，60万我就打水漂了，大恩不言谢。宁老板客气了，你身为我的朋友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骗。好，既然赵兄弟你拿我当真朋友，那我也不能亏待你。这卡里的200万是你的预配钱，稍后我会再打30万进卡里，就当是这次的感谢费。那我就不推辞了，谢谢宁老板。200万终于到账了。赵兄弟，你鉴定古董的眼力是我见过最准的，有没有兴趣留在我这儿当鉴定师？薪资你说了算。多谢宁老板抬举，但我家在农村，来回实在不方便。那以后我收到拿不准的物件，能不能请你帮忙长眼？到时候鉴定费用按物件估值的1%结算。赵兄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只要宁老板一个电话，我随时过来。好，那咱们俩现在就互留电话。在这个年代居然还用着老人机，赵兄弟真是纯粹，不愧是能一眼看出古董问题的人。那个花瓶都能轻松看出瑕疵问题，看来我以后也能去一些小摊子转转，看看有没有值钱的物件。现在有了钱，也该换身衣服，买辆车了，不然来回跑省城实在太麻烦。轩辕典当行的老板居然亲自送柱子出门，还帮他开门。那老板对他点头哈腰的，跟送贵客一样。铁柱他凭什么？轩辕典当行的宁远可是省内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能让他亲自送到门口的人，
整个省城找不出几个。大哥，那爸留给柱子的东西得有多少钱啊？先生，随便看看。我想买辆车，实用就行，不用太贵。这款性价比很高，家用完全够了，报价10万。就这辆吧。先生，您不试驾吗？能开就行。能刷卡吗？能，我马上给您办手续。买一辆10万的车，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花10万跟花10块似的，他手里到底有多少钱？先生，手续办好了，下午就能把车取走。您留个地址，我帮您把车送到家门口也行。不用送，我下午自己来开。先生，您穿这身特别合适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行，就这套。这双男鞋还有这双女鞋都包起来。买车、买衣服、买鞋，这一天就花了10多万了。爸这是给柱子留了几百万啊！100万，少了。宁远可是亲自开门，站在街上目送，这牌面，光是几百万的生意的话，宁远犯得着这么巴结他？那得多少钱？1000万。1000万！爸给柱子留了1000万！柱子2口人住土房里，一年到头花不了几个钱，他手里的钱应该有咱们一份。头七那天，咱们一定要把遗产要回来。那是柱子啊！柱子这是发财啦！新车锃亮的。这新衣裳换得好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我就说你心眼好，老天爷不会亏待你。柱子，要不是你那2个哥拖累你，你早该开上车了。各位叔婶儿，我先回家了。好，现在回去。走，回家。怎么又乱花钱？娟儿，这卡里有219万。柱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梦，娟儿，这些年让你跟着我吃苦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柱子，这些钱你打算怎么用？明天是爸的头七，等处理完爸的事儿，我再拿这些钱去城里找些赚钱的路子。柱子，你爸活着的时候你尽了孝，他走了你就好好过日子，别太难过。谢谢张姐。记住，今天咱们是来给爸上香的，客气点，别一上来就谈钱。放心吧，大舅哥，我懂。那走吧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今天是爸的头七，我们当然要来上炷香。早不来看，晚不来看，偏偏今天来看。张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儿，你们还有脸来？爸临死前我给你们打了多少个电话，你们谁回来看过一眼？现在爸不在了，你们倒想起他来了。弟媳，那时候我生意上实在走不开，我那会儿正出差，赶不回来。是啊，我们心里也难受得很。开车1个半小时的事儿，你这叫赶不回来？你爸瘫在床上5年，你们回来过几趟？柱子辞职伺候，你们出过1分钱没有？我们是爸的大儿子和二儿子，
今天是他老人家的头七，如果我们不来上这炷香，爸在底下不会瞑目的。进来吧，但上完香你们就该走了。爸，儿子不孝，做生意被人坑了，欠了200万的违约金，公司快破产了。儿子对不起您。赵高亮，你自己的债为什么要在爸的遗像前说？爸，我们装修房子还差40万，而且房子附近要盖学校了，现在不装好，以后卖不上价啊！爸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就让柱子帮我们一把。你们拿了100万遗产，拿了2套房子，现在还说缺钱？柱子的钱是他自己挣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你们根本就不懂，我们拿的那点遗产，在柱子面前根本不算什么，分明是爸偏心，把最大头的遗产都偷偷留给了柱子。就是，他又是买车又是买衣服，一天花了10几万，他手里的钱少说也有几千万。几千万？柱子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几千万？我怎么不知道爸给我留了1000万遗产？现在人这么多，你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钱。你好，就算是我有1000万遗产，那也是我应得的。爸病倒的这几年里，你们有谁回来过？好啊，我说你们为什么突然回来？原来是想要抢遗产，你居然还有脸提老爷子偏心？他瘫在床上的这些年里，你端过一碗水没有？这样下去，钱肯定要不到了。好，以前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但柱子，咱们毕竟是亲兄弟，你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哥的公司破产，看着明朗的房子装修不了？你公司破产，是你经营不善，他房子装修也是他自己选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手里那么多钱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就是，做人别这么抠门。抠门？分家那天，你们给了我1000块零钱和300块补偿，让我就当没你们这2个哥。现在，我把这句话原样还给你们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们就不走了。不给钱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天天在爸的遗像前跪着。爸，你睁开眼看看吧，珠子他拿了您的钱，转眼就翻脸不认人啊，他变了心啊！爸，您在天有灵就给评评理，我们兄弟3个凭什么他一个人拿大头？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居然在老爷子的遗像前睁眼说瞎话！你们2个白眼狼，拿了遗产还不够？你们要一个说法是吗？那我今天当着爸的面，当着全村乡亲的面，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。这是爸留给我的遗书，你们不是想知道爸到底给我留了什么吗？我念给你们听。病倒的这5年，让我彻底看清了你2位大哥的无情，也看清了你的性格底色。也正是因为你这性格，我没有打算把遗产全部给你，否则老大老二将会用尽手段坑骗你，你根本守不住。所以我决定把那些身外之物给他们，把这枚花高价拍来的古董玉佩交给你。这玉佩价值不菲，卖掉它的钱既能让你拼搏，也能让你安稳生活，这是爸唯一能给你的选择权了。爸的遗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他之所以把房子和存款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有本事，而是因为你们太贪。爸什么都算到了，他唯一算不到的是，你们比他想的还不要脸。老爷子怕你们欺负柱子，把100万遗产和2套房子给了你们，你们倒好，拿了东西不知足，还上门来抢柱子的。你们知道老爷子为什么把玉佩偷偷给柱子吗？就是怕你们这群白眼狼坑他。老爷子活着的时候，把你们看得透透的。喂不饱的白眼狼，真是为了钱脸都不要了。柱子伺候老爷子5年，你们伺候过1天吗？拿了遗产还来闹，你们配做人吗？你们这个样子，以后不配再见到爸。你们给我滚出这个院子，这个家以后不欢迎你们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们，这份情我赵铁柱记在心里。客气啥？咱们一个村的，还能看着你被欺负不成？就是，我们早就看那3个白眼狼不顺眼了。行了，事情过去了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柱子，你和娟儿好好歇着，别想那些烦心事儿。爸，以前您总说我不懂替自己争，今天我争了。
如果您还在世，一定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以前柱子对咱们都是有求必应，想不到爸走了以后，他居然变得这么硬气，居然当着全村人的面把咱们数落的跟狗一样。没了，全没了，装修的钱、翻身的钱，一分都没了。既然他不给，那咱们就花他的钱。什么意思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想不到在古玩街晃荡2周，看到的古董居然全是假的。宁老板，赵兄弟，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这边有个东西需要你帮忙长长眼。我在典当行附近的古玩街，现在去找你，大概10分钟就到。你不用动位置了，我来找你。哎呀，你走路没长眼睛啊！我家祖传的玉佩碎了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不然你别想走了。大家都给我评评理啊！我家祖传的玉佩被他撞碎了。这可是正经的和田籽料，看这包浆，油润透亮，少说传了2代了。这是我太爷爷留下的，我爹临终前千叮万嘱，让我再穷也不能卖这块玉。现在碎了，我拿什么脸去见地底下的祖宗？兄弟，你闯大祸了！这种品相的老则天玉放到拍卖行里，至少值20万。哎呦，20万呐！这兄弟赔得起吗？走路不看路，这下摊上大事了。我刚才站在这里动都没动，分明是你自己从侧面撞上来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走路不长眼撞的我。好啊，你是想耍赖是吧？大家评评理，光天化日之下撞了东西不认账，还倒打一耙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小伙子，撞了人承认就是了，赔多赔少可以商量，推卸责任可就不地道了。紫檀木嵌螺钿拜匣，市场价值80万元。想不到转悠了半个月没有见到的真品，居然在一个骗子的身上见到了。你今天必须赔我20万，少1分，你今天都别想走。行，这玉佩我买了。想不赔钱？你说什么？你要赔？是我弄碎的，就该赔钱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装玉佩的盒子你得一起给我。给，一个破盒子，你爱要就拿去。慢着，赵兄弟，这玉佩一看就是假的，你不能赔这个钱。宁老板说你双眼识金，是鉴定古董的奇才，可这块玉佩连我这个外行人都能察觉不对劲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你们谁啊？多管闲事，滚远点！就是，人家自己都愿意赔了，你们瞎掺和什么？撞坏了东西赔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算哪根葱？那是轩辕典当行的宁老板，省城最大的典当行就是他开的，我在电视上见过他。什么？这看着一脸呆相的男人，居然认识这种大人物，居然敢公然行骗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讹诈的金额已经构成犯罪了？宁老板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这就走。站住！这位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动歪心思行骗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说了，你的玉佩和盒子我买了。赵兄弟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这玉佩明显一眼假。宁老板，看来你这位赵兄弟没有你说的那么神嘛。宁老板，您听见了啊？不是我不走，是他非要赔的。人家自己愿意花钱，您总不能拦着吧？钱我可以给，但你得立字据，写明你将玉佩和木盒以20万的价格一并转让给我，事后绝不反悔。这破盒子本来就是随手捡来装玉的，白送的玩意儿，他居然还要写进字据里，这人怕不是脑子让驴踢了？行，立字据，现在就立。能刷卡吗？能刷，我带了 POS 机。终于把匣子弄到手了。看来这人就是专门来碰瓷儿的。是我们错怪这兄弟了，刚才还帮那骗子说话，真是瞎了眼。这兄弟为什么明知道是假的还付钱？他怎么想的？赵兄弟，你明知道这玉佩是假货，为什么还要花冤枉钱？宁老板，我就是愿意相信你才跟着来的，如今却看到了这种明知是假货还硬要买的丑事儿，我怎么把合作交给你们来把关？我花20万买的
是这个装着玉佩的盒子。这是小叶紫檀，而且是牛毛纹密布的老料。一个破盒子有什么讲究？这是罗面镶嵌，是官宦人家专门用来装贵重文书和礼刀的，存世量极少。张总，这个的市场价值至少在80万。什么？20万买进的东西值80万？80万？刚才谁说这盒子是破烂来着？这兄弟花20万买的，转手就翻了4倍。那破盒子居然值80万！还给我，这盒子我不卖了。光天化日之下想抢东西，你已经签了字据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刚才要人赔钱的时候怎么说的？钱到手了又想抢回去，还要不要脸了？碰瓷骗钱还不够，还想得寸进尺，报警吗？明明是他坑我，这盒子值80万，他花20万就买了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字据上写的很清楚，你将玉佩和木盒以20万价格一并转让。其次，主动撞人的是你，开价格的也是你，你凭什么说我骗你？是啊，刚才我们都听见了，人家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还价的话，你倒好，钱到手了还反咬一口。走吧，白纸黑字，怎么弄都是咱们理亏。赵先生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宁老板，你说的对，对于赵先生根本就不用考验。刚才这件事儿足以证明赵先生的火眼金睛。张总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赵兄弟，张总是致远集团的董事长，旗下有全省最大的古董采购和拍卖业务。他一直在物色一位能长眼把关的鉴定师，所以我向他推荐了你。本来我还准备了一件宣德炉，想让你在典当行里鉴定，现在看来是我小题大做了。一个能把骗子手里的破盒子看出是正品的人，眼力不需要任何考验。致远集团和轩辕典当行准备联手做一个古董采购项目，我和宁老板出资，渠道和销售由我们负责，你负责古董的筛选和鉴定，占项目收益的最大比例。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张总，这个收益更帮村子里修条路吗？如果能给村里修条路，让大伙种的菜能运出去，也算上报答这些年来大家对我的帮助了。当然可以，相信1个月之后，你就有能力让你家乡附近都变成水泥路了。张总，合作愉快。赵先生，合作愉快。赵先生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你的办公室，你的职位是首席鉴定师，负责项目所有古董的真伪鉴定和筛选，薪资按项目收益分红，不设上限。张总，多谢信任，也谢谢宁老板的引荐，没有你，我不会站在这里。赵兄弟，即便没有我，你也会坐上这个位置。我做的不过是在你身后推了一把。娟儿，怎么了？柱子，不好了，有人来家里收债了。收债？娟儿，我从来不借贷，你是知道的。可他们就是咬死了你在外面借钱，还把你的个人信息都爆出来了，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、家庭住址全对得上。我没有签过任何借条，我的个人信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，这事儿不对劲。娟儿，你先把门锁好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张总、宁老板，实在对不住，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我得马上回去一趟。家里事儿重要，你先回去处理。入职手续什么时候办都行，要不要我派人跟你一起回去？万一是来找麻烦的。不用，宁老板，这件事我自己能处理。开门！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，赶紧给我还钱！我们家柱子从来不借钱，你们找错人了。不借钱？白纸黑字的借条在这儿，你想赖也赖不掉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堵柱子家门口干什么？好在他在我们平台借了30万，连本带利35万，今天到期。你们谁认识他？叫他出来还钱。柱子借钱？你们搞错了吧？柱子可是饿死都不张嘴求人的主，他能去借钱？就是，我跟柱子做了10几年邻居，他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。他要是能开口跟人借钱，当初也不至于穷成那样。你们肯定是找错人了，这村里谁都有可能借钱，唯独柱子不可能。柱子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借钱这事儿他干不出来。你们这讨债公司也太不专业了，上门之前不先打听打听？你们自己看，这信息怎么全对得上？身份证号还真是柱子的，看见了吧？赵铁柱，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住址哪一个都能对上。
你们不是说他不会借钱吗？那这借条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别人盗用了柱子的信息。终于把门打开了，嫂子，咱们来聊聊还钱的事儿吧。柱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就是赵铁柱，那事情就好办了，还钱吧。你自己看，上面的信息是不是你的？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住址确实都是我的。承认就好，那就还钱吧，连本带利，一共35万。信息是我的，但钱不是我借的。你想赖账？我问你，你们这借条上的借款日期是什么时候？上周一下午3点。哼，上周一我从早到晚都在省城古玩街，那边几十个摊贩都能给我作证。你们要是觉得我在撒谎，现在就可以去调古玩街的监控。不可能！上周一我们亲眼看到你签的字。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监控录像，监控里的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还有2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哥哥，在冒用我的姓名借钱呢？你们如果不信，我可以找人来证明。正好上周这个时间，宁老板就在我身边。宁老板，我记得轩辕典当行的老板就姓宁，估计就是一个姓吧。他一个住土房的人，能认识那种大人物？赵兄弟，家里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宁老板，上周一我是不是一整天都在古玩街？当然了，那天还是我拉着你去古玩街逛一逛的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难道有人找你麻烦？没有，只是有家借贷公司说我上周一在他们那儿签了借条。我想请你帮我确认一下行踪。把你的电话给那个人，我来跟他说。喂，我是轩辕典当行的宁远。上周一，铁柱全天都在古玩街。我用我轩辕典当行30年的信誉担保，铁柱没有进入任何一家借贷公司。轩辕典当行的宁远居然亲自给这个住土房的人作证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知道了，宁老板，是我们这边判断失误搞错了。赵先生，是我们搞错了，实在对不住。今天吵到大家了，这些东西就当赔礼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居然有人拿假身份信息来骗贷，我们借贷公司的信誉就全完了。赵先生您放心，那个冒用您身份借钱的人，我们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又是那2个白眼狼，分家抢遗产不够，还盗用柱子的身份去借钱，这是要把柱子往死里逼呀！天底下怎么有这样的亲哥，把弟弟的信息拿出去骗人，自己拿了钱让弟弟背债。上回在老爷子头七那天就该看出来了，这俩人是不会死心的。柱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柱子，要报警吗？伪造借条、盗用身份信息，这已经是犯法了。我给他们一次机会，更何况那2个讨债的人不会让赵明朗舒服的。盗用身份骗贷，他们要是不追究，那就是砸自己饭碗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也觉得这次过后他们能老实下来了。各位叔伯婶子，这些东西我和娟儿2个人用不上，大家都分了吧。那多不好意思，这是人家给你赔礼的，我们哪能拿？刚才要不是大伙帮我说话，那2个讨债的也不会这么快低头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人人都有份儿，大家排好队。今天就是还债日了，不知道珠子那边怎么样了？急什么？柱子的性格你还不知道？对你们从来都心软得很，更何况就算知道了又怎样？他还能真跟咱们翻脸？家丑不可外扬，柱子总不能去说是被自己亲哥坑了吧？他丢得起那个人？也对，只要今天他还了这笔钱，以后不管是咱家的装修费，还是大哥那边的违约金，就都有着落了。以后柱子就是咱们的提款机，管他有多少钱，都是咱们。谁啊？敲这么急，赶着投胎呢？赵明朗，你还真是让我好找啊！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赵先生，你之前借贷的时候不是挺轻松的吗？怎么现在慌起来了？明朗，外面是谁啊？你怎么站在门口不动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冒用他人身份骗贷的2位罪犯，不打算请我们进去坐坐吗？进来吧。皮沙发、液晶电视，赵明朗拿着用弟弟身份骗来的钱这么享受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跟你们没关系。
更何况珠子是我亲弟弟，我们兄弟之间的事轮不到外人插嘴。你们的家事我管不着，但你冒用赵铁柱的身份信息，在我们公司骗贷30万，这是我的事儿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啊！误会，钱我们肯定还，30万连本带利，一个子儿不少。30万讲得美，具体费用自己看。60万？怎么这么多？我们明明只借了30万，你们这是敲诈！敲诈？你们冒用他人身份骗贷，事情一旦捅出去，行业协会立刻来查我们的审核流程，轻则停业整顿，重则吊销执照。我们30年的信誉差点毁在你们手上，这名誉损失赔偿1分都不能少。这钱远远超过我当时借的钱，我不还！你们的行为是盗用他人身份进行诈骗，铁证如山。借条是你签的，监控是你的人脸。你猜我要是把监控录像和借条一起交给治安员，你会判几年？你们要报警啊！你现在有3条路：一，现在全额赔付；2，我们报警，让治安员来处理；3，我们赔。可是我们现在没那么多钱啊，能不能宽限几天？没还钱的能力还敢借30万？我看你们根本就没打算还。没钱也可以，我们公司接受以物抵债，这套房子就可以。这房子不能动，这附近马上要建小学了，到时候这就是学区房，价值肯定远超60万。那我打电话给治安局，你跟他们解释解释。做好决定了吗？是打算赔房子，还是打算进监狱待2年？慢着，我们赔房子。老公，这房子以后一定会升值的，不能卖。咱们可以借钱，找你以前的同事。现在谁能借咱们60万？是破产的大哥，还是已经撕破脸的柱子？既然你们意见统一，那就来签转让合同吧。很好，这房子从现在起归我们公司了，请无关人员离开吧。折腾了大一圈，柱子没赔钱，我们自己反倒丢了一套房子，咱会大发了。赵兄弟，今天的拍卖会是精品专场，凡是致远集团拍下的藏品，你按成交价5%抽成，后续转卖的利润，公司另外抽2成，捐给慈善基金。林老板放心，无论是为了慈善，还是为了公司，我都会尽全力的。赵高亮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王总，我们公司虽然暂时困难，但底子还在，只要您肯投资，3个月内一定能活，求您给个机会。宁老板，张总，好久不见。珠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赵鉴定师，你认识这个人？认识，这是已经和我断绝关系的亲哥。珠子什么时候当上鉴定师了？啊？你认识那个鉴定师？认识，他是我亲弟弟。他什么来头？鉴定的本事怎么样？王总，我这个弟弟人到中年一事无成，就是个在家种地的泥腿子，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混上了这个职位。我觉得宁远和张志远肯定是被他忽悠了，毕竟他装老实人骗人还是有一套的。我还以为志远神兵天降来了个鉴定高手，原来是个废物。对，就是个废物。既然你认识他，去办一件事儿，今天的拍卖会上你让他胡乱出价，让致远集团买下的全是假货赝品，亏得越惨越好。只要能做成，你们公司那个窟窿，我帮你填。好，我这就去做，保证不让王总失望。有事吗？柱子，以前大哥态度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说到底，咱们还是亲兄弟，血浓于水嘛。有事说事儿。今天这场拍卖，你帮大哥个忙，把所有拍品的价格往高了抬，真假无所谓，只要致远集团多花冤枉钱就行。只要事成，王总就愿意给我的公司投资了。到时候我给你2万块当报酬。你想让我当内鬼坑宁老板和张总，这怎么能叫当内鬼？反正你在这个位置上也做不了几天，你连高中文凭都没有，迟早被人发现是草包。不如趁现在捞一笔，你好我也好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一个废物，一个草包。大哥不是这个意思。珠子，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？
以往求柱子办事，他不回话就是默认答应了。太好了，我的公司终于不用破产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王总，您放心，柱子已经答应了。不错，这场拍卖会你就跟在我的身边，让你提前认识下这些大人物。谢谢王总。李大师，这幅画如何？王总，这是标准的仿品，不值得拍。你弟弟怎么还不出价？他一定是在等时机，我催催他。赵鉴定师，这幅画怎么样？这是赝品，笔法是对了，但纸不对。近代仿品市场价200元，明代徐渭真迹，揭表修复后，市场价值不限。居然是画中画，140万一次，300万。好，开始砸钱了。350万，400万，400万一次，400万2次，400万3次，400万成交！恭喜致远集团，恭喜致远集团拍下和田玉佩，恭喜致远集团拍下鎏金铜佛。光是拍卖就花了4000万。张致远，这下我看你城南那块地的采购项目拿什么跟我抢？宁老板、张总，光拍卖就砸了4000万，真是大手笔。那城南的采购项目可就是我的了。王总，话不要说得太早，我们拍下的拍品可都不简单。不简单？张致远，你被你们这位鉴定师卖了，还帮他数钱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位赵鉴定师是我的人，他的亲大哥就在我身边站着。今天他出的每一个价都是按我的意思办的。你们这4000万砸进去，买回来的都是一对废品。柱子，王总都发话了，你也别装了。反正你这个鉴定师也是混日子，不如直接摊牌。我什么时候跟你是一队的了？更何况我拍的不是废品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宝贝。赵鉴定师，这些拍品放在哪里？先不用放，纸张是近代的机制宣纸，颜料是化工合成的，落款的笔锋生硬的像描红，这就是一件标准的现代仿品。赵先生连这个都看不出来，也好意思做鉴定师这个位子？装模作样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。这是画中画。李副会长既然是古董鉴定协会的副会长，想必能看出这幅画的真伪和价值吧。浓淡枯石变化一气呵成，这是徐渭晚年风格成熟期的代表作。这幅画大概多少钱？徐渭的花鸟真迹存世极少，这幅画揭面修复之后，光是这一件就足够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价值不可估量。王总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城南的项目归谁？王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跟柱子说好了的，他以往不回话就是答应了，这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不回话，不是默认，是不想再跟这样的你产生任何联系了。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泥腿子？你以为你拿2万块就能让我坑宁老板和张总？赵高亮，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。王总，城南的项目采购，我们标书里见。王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赵先生，我给你道歉。李副会长言重了，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，我不过是运气好。运气好？赵兄弟，从认识到现在，我就没见你走过眼一次，你就别自谦了。赵先生之前是做什么的？师从哪位鉴定大师？没有师从，之前一直在家种地，也就是最近才开始看了几本关于鉴宝和古董的书。赵先生，鉴定这一行看重的从来不是学历和师承，历代能修复国宝的大师没有几个是科班出身的，慧眼识珠是天赋，辨伪存真是本事。有这份眼力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行家。今天既然我在这里，不如让我来把致远集团拍下的所有藏品都估个价。一来是向赵先生赔礼，二来我也想亲眼看看一个真正的行家眼力到底能有多准。李副会长主动帮忙估价，我们求之不得。这3件今天拍卖之前我就在网上看过预展图片，当时我的判断是假的，不值得拍。但赵先生不但拍了，还出了高价。我刚才实物上手仔细验了一遍，3件不但是真品，而且都是同类中的上品。李副会长都看走眼的藏品，我们赵鉴定师一件不漏全拿下了。今天这场拍卖会，你真是让致远集团捡了大便宜啊！永乐官窑青花缠枝连纹瓶，当前市场价800万；明宫廷造办处鎏金铜佛600万；羊脂白玉籽料配350万。
刨除画中画以外，这7件藏品的估价大概是3800万上下。8件拍品无一打眼，还有1件国宝级的画中画。赵先生，你这个正确率，我在鉴宝界混了30年都没见过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就按李副会长估的价3800万来算，我现在就把分成转入你的卡里。张总，今天拍品还没转手，利润还没到账，现在转还是太早了。你不是要给村里修路吗？越早动手越好。这笔钱你就先拿着，后续利润分成到了，我再转给你。谢谢张总，我只是把钱提前给你而已，有什么好谢的？张总，赵先生是你手下的人吗？我倒是想，可我自己的公司能容下谁还是很清楚的，所以赵鉴定师在我这边只是挂个职而已。那赵兄弟，你有没有兴趣成为古董协会的会长？你说什么？省古董鉴定协会的老会长上个月因为年龄大正式退休了，会长位子一直空着，而我又是协会的副会长兼常务理会，新会长由我提名，所以我想推荐你。李副会长，我还远不能胜任，协会里都是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，我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怎么担得起这个？不，光是你今天8件藏品无一打眼的战绩，就已经足够让你担得起这个位置了，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。赵兄弟，这个位子可不只是虚名，有了会长的身份，来找你鉴定的人会排着队上门，你的收入会比现在翻好几倍。不错，赵鉴定师，你不是想改善村里的条件吗？而改善是需要钱的，你如果能任职这个岗位，村里环境变好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好，我答应。需要走什么流程？流程你不用操心，回头你只需要来协会拍个照，签个字就行，其他的我来安排。李副会长哪里的话，没有你，我怎么能成为会长？柱子让娟儿通知全村老少都来村口集合，到底是要弄啥事儿？不知道。我问娟儿是啥大事儿，她也不说。柱子这孩子向来稳当，他说是大事，那肯定就是大事，咱们等着就是了。柱子，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对啊，你快说吧，都要给我急死了！别吵，别吵，让柱子说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打算给咱们村修条路。娟儿，听见没有？柱子要给咱村修路了，水泥路，以后下雨天再也不用踩一脚泥了。听见了，张姐。柱子，什么时候开工？我们明天就去镇上拉水泥，全村老少一起上，给你省工作费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你们年纪大了，修路这种重体力活哪能让你们上手？我已经联系了专业的施工队，他们后天就到。柱子能赚钱了，还知道帮衬村子。是啊，赵老爷子要是还在，看到柱子这么出息，指不定得多高兴啊！爸他会知道的。师傅，太阳这么大，喝口水歇会儿。大姐，您别忙活了，我们自家种的西瓜甜得很，尝尝。真不用，真不用。柱子不帮忙，王总也不接电话，公司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什么事忙忙叨叨的，门都要被你们撞坏了。大哥，你看这个，这可是省级协会的会长，光这个头衔拿出去，随便帮人长一次眼，少说也是6位数起步。咱们当初要是不分家，现在光靠柱子的身份都能躺着赚钱。不对，这都怪你，是你提议3兄弟各过各的，你怪我。我说分家的时候，你不也答应的比谁都快？是谁说泥腿子钱早晚败光的？是谁说拿了遗产还能继续赚钱的？是你先开的头。要不是你带头，我和王丽根本不会提分家的事儿。住手！现在有什么用？能把柱子会长头衔打到你们俩头上吗？和柱子撕破脸又怎么样？撕破脸就不能蹭他的光了吗？媳妇儿，难道你有办法？咱们开个古玩鉴定培训班，对外就说柱子是赵家祖传手艺教出来的，你们俩也从小跟着学，虽然比不上柱子，但帮普通人长眼，绰绰有余。而且我们还是柱子的亲哥，谁敢质疑我们没资格开办培训班？没错，好主意啊，媳妇儿。这段时间辛苦各位了，没有你们，这条路不可能修得这么快。别这样，大婶儿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呀，这大热天还让你们忙活了2周，快收下吧。这些都是村里各家各户自己种的、自己养的，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，你们就收下吧。赵老板，
以后村里建设还用得上我们。一个电话，我们第一个到，一定。这条路一通，以后去城里卖菜可方便太多了，骑3轮车半小时就能到集市。是啊，以前的土路坑坑洼洼的，鸡蛋运到城里碎一半，现在好了，整个3轮车拉过去，一个都不会碎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以后不用骑车去。不骑车咋去城里？就算这路再平坦，也不能走着过去啊。这个时间人应该到了。这是我买的大巴。以后每天早上8点从村口出发去城里，中午从城里开回来。以后大伙去城里不用再骑车去了，都集体坐大巴去，正好路上也能有个伴儿。叔，谢谢你给我这份工作，我现在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干，绝不给你丢脸。天老爷，这小伙子头发咋五颜六色的？是不是谁家鸡成精了？各位爷爷奶奶，我这头发是染的，不是鸡成精了。孩子，你这张嘴就是快，我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没事没事，我明天就去染回来，以后要开始正式工作了，也不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了。各位叔伯婶子，这位就是咱们村以后的大巴司机，每天早上8点去城里，中午从城里回来，1天2趟。有什么时间上的问题，也可以主动跟他沟通。好好记，好好学。赵会长就是用这些基本功在鉴宝圈横着走的。赵老师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赵会长本人？我想报他的进阶课程。赵会长公务繁忙，平时不在培训班露面，进阶课程由我们2位赵氏亲传弟子代为授课。明朗，这个月光报名费就收了60多万，比咱们预想的翻了3倍。这么下去，月入100万不是梦啊！比大哥当年做生意来钱快多了。我觉得是该扩大规模了，趁着还没暴露前再捞一笔。大师，这是我家传了3代的玉佩，你看看值多少钱？假的，一看就是树脂合成，不值钱，你拿回去吧。不可能，这是我家祖传的，你再看看。我可是赵氏鉴宝班出来的，怎么可能会看错一块玉？看到没？这个断口杂乱，一眼假。你居然把我家的祖传玉佩砸碎了！这哪是假货？这分明是正宗的和田籽料。这个断口是标准的贝壳纹。这块玉佩的市场价最起码280万。你赔我祖传的玉佩！我叫王明，古董协会成员，从业10年。你又是谁？师从哪个老师？赵氏鉴宝秘传班听过没？哪儿来的野路子？我从来没听过。赔钱，280万，不关我的事。鉴定方法是赵明朗教的，你要找就去找他。弄碎我的玉佩还想跑？带我去见你的老师。这年头还真是离谱，没学明白都敢出来鉴宝了。老李，你肯定想不到我刚才看见了什么。一个年轻人自称是赵明朗的弟子，开了家鉴宝行，结果把别人价值280万的和田玉当假货一拳砸了。赵明朗，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这不是赵会长二哥吗？他怎么还开上培训班了？这事儿不对劲。王老，我这边有急事，等一下再回你电话。赵会长，出事了。不知道上课期间要保持安静吗？你是哪期的学员？你也配讲课？给我下来！同学们，这节课先自习。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我是赵明朗，这家培训班的负责人，有什么事咱们可以慢慢谈。原来你就是赵明朗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你徒弟把我家祖传的真玉佩说成假货，还一拳给我砸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这身穿搭，家里能有什么好东西祖传？估计就是个几百块的玩意儿，来碰瓷儿的。您的玉佩值多少钱？我们赔钱？那行，你给我转280万。多少？280万，把赚的钱全赔出去，还要倒贴100多万。280万，你这就是敲诈！你教出来的徒弟把我家祖传玉佩砸了，还反咬我敲诈，不赔钱是吧？
那我就报警，让治安员来评理。别报警，有事好商量。兄弟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晚了，治安局吗？我要报案。古玩市场有人以鉴定为名故意损毁他人财物，涉案金额280万。另外，对方还有非法开班行骗的嫌疑，地址是大厦601。治安员马上就到，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，让你们这种黑心机构关门，再让你们两个骗子蹲监狱。赵会长，这是我调查到的资料，培训班已经开了大半个月，5节课收费2万块，到现在已经赚了60多万。授课人是赵高亮和赵明朗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坑人？柱子，快来大厦601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。看来有些事儿是该在今天做个了结了。故意损毁他人财物、涉嫌诈骗、无证经营培训这3条，你们认不认？骗子收了2万块就教些假把式，退钱！说什么赵氏秘传，全是网上抄的基础知识，我上百度搜一下，都比你们讲的详细。没有坑骗，我们学的都是同一套鉴宝法。这个培训班就是他运营的，我们只是代为授课。媳妇儿，你疯了！柱子怎么可能认这个？柱子是你们亲弟弟，只要他承认出钱，你们就没事儿。他总不能真的看着你们进监狱吧？是赵会长，我报这课就是为了见赵会长，如今终于见到真人了。柱子，二嫂就求你一回，你就说这个培训班是你开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认的话，你2个亲哥就要蹲监狱了，你忍心吗？你就是古董协会会长赵大师吧？请问你和这个培训班是什么关系？这家培训班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没有授权任何人使用我的名义开班授课，是他们非法盗用名号。明明你承认一句话，大家就都能相安无事了，你为什么这么自私？给我闭嘴！无论什么事你们都拿我当后盾，赚了是你们的，赔了就让我来担。难道在你们眼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从小到大我哪里对不起你们？结果你们是怎么回报我的？用我的名字借贷，用我的名字开设培训班来坑别人的血汗钱。柱子，那求求你拿钱把学费的窟窿补上吧，不然我和大哥都要破产了。如果爸在这里，一定不会希望我们这样的。你们真让我失望，明明之前的你们不是这个样子。不，柱子，你听我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柱子哭，原来他也会痛苦吗？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忍。治安员同志，我认罪，你把我带走吧。我也认罪，带走，具体赔偿金额到局里核算。是我出的馊主意，是我害了他们。近日，治安部门捣毁一处以鉴定培训为名的诈骗窝点，赵某兄弟2人借用省级鉴定协会会长名义非法开班，涉案金额逼近100万，目前案件正在深入调查中。我没事儿，只希望他们进去以后能不再一心只想着钱，能踏踏实实的生活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谁能想到2年前这里还都是土坯屋呢？现在家家都住上小洋楼了。多亏了柱子你引进的助农项目，让我们这些老人都能攒下不少钱。这都是大家的功劳，光靠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。柱子，你又谦虚了。柱子，他们来了。这是当年你借我的创业钱，虽然现在只能还一小部分，但往后我会按月还，1分都不会少。我也是，以后每个月都不会少你的。柱子，我们不求你认我们这2个哥，只求你能给我们一个被原谅的机会。如果爸能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我无颜面对爸，只求这后半辈子能多做些好事儿，给以前赎罪。柱子，我也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